今天我要用南瓜和杏鲍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之前我分享过马来西亚的水糕，这次我要来分享跟水糕很像的台湾蛙粿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rsty Wong TV， 我是 Kirsty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南瓜和杏鲍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200克的南瓜，这一颗是970克，所以先削一部分下来，等下再来称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削好皮的南瓜切下来，把南瓜切一半，种子取出，用汤匙挖比较方便，也可以挖得比较干净。这里的分量刚刚称的是250克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等一下粉的分量再来增减。把南瓜切片，把南瓜放入盘中，摆整齐，准备拿去蒸。准备一个电锅，外锅放1杯水，南瓜放进来蒸。准备一条杏鲍菇，我要把它当成绞肉。现在用刀背把它打碎，可以来切了。再把它切成条状，换一个方向切碎。有比较大颗粒的，可以用手把它捏碎。可以了，把杏鲍菇放入盘中。准备5克的生姜，把姜切片，把姜切碎，可以了。把姜放进来，奇亚籽1茶匙，增加粘性。酱油2汤匙，素蚝油半汤匙。纯白芝麻油1汤匙，半茶匙白胡椒粉，1茶匙2砂糖，把所有调味料拌匀，搅拌均匀了。现在放太白粉1茶匙，让它有点滑嫩的口感。搅拌均匀了，先放旁边腌制。准备4块全素香菇角，2块等一下炒料，2块要放进粉浆里面。先把它切碎，先切片，换一个方向切碎。这种在半退冰的状态切是最好切的。把全素香菇角放入盘中，准备3朵香菇，用热水泡软。准备1块黑豆豆腐，今天用半块就好。把豆腐压成泥。这样子也是可以模仿绞肉，可以了。香菇泡软了，把水分挤干，把香菇切条，换一个方向切碎。香菇放入盘中。准备150克的菜脯，菜脯菜市场现在是1斤50元，然后我说买300克半斤就好，然后称一称，他说是28元，因为可能没有300多克这样。然后买回来呢，我是先用自来水让它先洗干净一遍，洗完一遍之后再用自来水浸泡，大概浸泡30分钟后把水倒掉，再用自来水再抓洗一洗，现在沥出来了。沥出来之后呢，
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。最后一道呢，我就会用过滤水把它洗干净。这样子抓一抓，搓一搓，因为这种菜脯呢都很咸。之前呢，我有分享过咸菜脯跟甜菜脯，甜菜脯是马来西亚才有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我分享甜菜脯跟咸菜脯的影片。洗干净了，挤干水分，沥干。南瓜蒸熟了，把南瓜取出来。现在把南瓜压成泥状。台湾的蛙粿呢，我平常在夜市看到是白色的，或是有时候呢，它会掺杂食材和调味料一起去煮的那种粉浆。蒸起来的蛙粿外观就会呈现暗褐色，有酱色的感觉。有些地区会在蛙粿上面加上配菜，就是菜脯这样子吃。我这次呢，想要用南瓜的口味做蛙粿，把南瓜泥浆进粉浆里面，做成金黄色的蛙粿，很喜气，很讨喜，可以把它当成年菜。那这道年菜的名字叫做黄金富贵迎新春，大家也可以做这道南瓜蛙粿当成年菜，平常当早餐吃也可以。蛙粿在台南的麻豆名气最大，里面的馅料很多很丰富。其实，在台湾从北到南都有人在卖蛙粿，大部分呢都是早餐才吃得到，各地的做法也不同。这个南瓜蒸起来，它很容易就可以压烂了，已经压成泥状了，可以了。220克的再来米粉，玉米粉15克，1大匙，把南瓜泥放进来，胡椒粉1/4茶匙，玫瑰盐半茶匙，1茶匙2砂糖。刚刚切的香菇角放一部分下来，缓缓的放入600cc 的过滤水，调成一个没有颗粒的面糊状态，但是不要太浓稠。查了资料后，我才发现原来蛙粿并不是台湾的本土小吃，而是发源于福建省闽南地区，广东西南部也有类似的点心。早期的农村社会很辛苦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耕田种地很耗劳力，往往呢还没吃到饭的时候呢，肚子都已经饿了，所以呢用蛙粿吃一下，可以填饱一下肚子，再继续工作，再继续干活。这呢就让我想到以前马来西亚呢也是这样，很像哦，就是一些割胶工人啊，一大清早天还没有亮就摸黑到胶原里面割胶了。他们会带头灯，就是头上会有一颗灯这样子照亮去割胶。有时候呢就会遇到蛇啊，遇到老虎的，很可怕。他们一定要很早就去胶原里面，因为在早晨是一天中温度最低、湿度最大的时候，香蕉树经过一夜的休息呢，体内的水分就很饱满，在清晨的时候割胶就可以达到最好的产量。而大量的雨季呢，也将使得这个割胶工人呢没有收入，因为呢下雨天呢就不可以去割胶了，也没有工作了。割完胶之后呢，还要收胶，就是用一个担子扛着2桶很重的一个胶水，然后这样子扛回家，再进行基本的加工处理，把这个生胶呢加工成流质状态，进而呢再拿去卖给加工厂。他们是靠体力工作的，所以呢，他们早餐都是要吃得很饱，所以都是吃一些熟食啊、吃饭啊、吃面啊，这样才有体力工作。因为呢，以前马来西亚的主要的产业呢，就是以制造业还有割胶的产业、橡胶业为主的。已经调好了，像这样子的浓稠度，不是太浓的。把调好的粉浆放进来。
用中小火把它煮成一个熟成的面糊状态。这是耐热的矽胶铲子，所以不用担心食安的问题。现在这个状态是快要好了，就要注意了。继续翻炒成浓稠状。现在的状态，我是已经关火了，让它用余温，继续把它变成熟成的面团。可以了，像这样子的状态。可以起锅，把熟化的面糊放在碗公里面。像这样子抹平，可以了。这分量刚好可以做4碗。准备一个蒸笼，把蛙桂放进来，准备拿去蒸。我事先热了一锅水，可以放上来蒸了。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。锅内放入2大汤匙的油，放入纯素香菇角进来炒。这个油你可以用煸金针菇的油。之前在影片有分享过怎么煸金针菇的油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。现在就是把纯素香菇角炒香，就一直炒到它等下会冒大泡泡的时候，再下下一样料。像现在已经冒大泡泡了，可以把香菇放进来，快速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放入菜脯，继续翻炒，炒香这些食材，全程都用中大火，一直翻炒，可以感觉到菜脯的水分有点变干，表层有微焦了。现在放入豆腐。继续快速的翻炒，这时候可以转小火来调味了。1汤匙的酱油从锅边呛入，胡椒粉半茶匙，二砂糖1茶匙，玫瑰盐1/4茶匙，素蚝油1汤匙，加大约2汤匙的水，快速的翻炒，把调味料炒匀。这时候可以转中大火翻炒了。调味料翻炒均匀了，最后放入杏鲍菇，快速翻炒。可以看到现在炒的状态是有点粘性的，因为有放奇亚籽。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闻到好香的味道了。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准备一个小锅子，先不要开火，要来调酱汁。酱油1汤匙，素蚝油2汤匙，也可以用酱油膏。2茶匙二砂糖，放入350cc 的过滤水，5片的甘草，5克的玉竹，让酱汁比较有甜味。现在可以开火，把酱汁煮开。酱汁快要滚了，现在可以先来调太白粉水。太白粉水的比例是1汤匙的水和1汤匙的太白粉。还没大滚之前，缓缓的放进来，调成一个浓稠的状态。浓度调好了，把酱汁大滚就可以起锅了。像这样的稠度，
时间到了，关火。哇，好美哦！用抹果酱的刀子沾上油，从蛙龟的边边给它绕一圈。已经脱模了，把它扣上来，放上炒香的酥肉，最后淋上酱汁。是黄色的吧，不是橘色的。我们来试吃看看南瓜蛙桂金黄色的，我觉得好喜气哦。就像你说是黄色，你还说是橘色。黄色啊！哇，好香哦！我刚刚有挖到这个素肉，好好吃哦。把它刮下来素肉。口感跟马来西亚的水糕有不一样。那天我们吃的是水糕。水糕就是比较 Q 弹，也比较弹性，然后这就没有了，但是口感比较绵密，都很好吃。然后马来西亚的是用黑酱油去炒的菜脯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台湾版本的菜脯上面的素肉燥是没有黑酱油的。很好吃哦。那素肉，对啊，素肉燥我是用那个黑豆腐，没有黑豆腐的话，可以用白豆腐，还有杏鲍菇当成素肉碎，取代绞肉，好好吃哦。你看，很容易就切下去了，而且很软，很容易，很软哈。你看，这个还可以吃到一点点南瓜的香气哦，很清甜，很香，大家可以试做看看。没有南瓜味啊。有南瓜味，对。好吃哦。这酱汁好吃。我觉得如果没有酱汁，应该不会那么好吃。你比较喜欢放酱汁哈？那放酱汁有点让它的膏体变得更滑的感觉，滑滑的。滑滑的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好美味哦。你看，我都挖出一个洞洞。吃很快。那我不喜欢吃这个洞洞。香菜。